你好，很高兴今天我们能一起深入看看你带来的这些关于怎么建立自信的资料。你好。自信这个东西感觉现在越来越重要了，对吧？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从这些资料里帮你挖出点真正有用的东西，一些核心的策略，让你更清楚这个自信到底是怎么来的，要怎么去培养。说得好，首先咱们得明确一点，自信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不是天生的，更像是一种技能，或者说像肌肉，是可以通过刻意练习来增强的。简单理解，自信就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价值，还有判断力。那它和自大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些人看起来自信，但其实不太舒服。这是个好问题。自大或者说自负，往往是内心不安全感的一种掩饰，它跟真正的自信不一样。而且真正的自信，它是可以和谦逊共存的。你完全可以既自信又谦虚。美妈了，那既然是技能可以练习，我们从哪里入手呢？资料里好像反复提到一个词，自我效能感，是班杜拉提出的。对，阿尔伯特·班杜拉，这个自我效能感非常关键，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信念。你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完成某个特定的任务，或者应对某种状况。这个信念强弱决定了我们敢不敢去尝试。很大程度上是这样。资料里总结了4个主要来源来塑造我们的自我效能感。哪4个？第一个也是最有利的一个，叫做掌控经验。掌控经验是指就是你过往成功的经历。每一次你成功完成一件事，哪怕是很小的事，都会累积你对我能行的信念。所以你看，多去尝试，多去创造成功的体验非常重要。失败了怎么办呢？会不会打击自信？当然，失败是难免的，但关键是怎么看待它。要把失败看成是学习的机会，而不是对自己能力的最终判决。从失败里分析原因，下次改进，这本身也是一种掌控。把失败也变成一种经验。那另外3个来源呢？第二个是替代经验。替代经验就是观察跟你情况相似的人，看到他们成功了，这会让你觉得，他可以，那我也可能可以。榜样的力量嘛，有点像见贤思齐，可以这么理解。第3个是社会说服，就是来自他人的鼓励和肯定，特别是那些你信任的人，比如导师、朋友，他们的正面反馈会很有力。有人信你，你也会更信自己。是的。最后一个是生理和情绪状态，就是你对自身生理反应的解读，比如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如果你解读为我太紧张了，我不行，那就会降低效能感。但如果你能管理好压力，把它解读为这是兴奋，是准备好了，那可能反而有帮助。这个解读很重要啊，这让我想到了资料里另一个重点，就是卡罗尔·德韦克的成长型心态。这个概念现在挺火的。对，成长型心态和固定型心态，这个区分非常有价值。它和自信具体是怎么关联起来的呢？成长型心态的核心信念是，人的能力，包括智力，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努力、学习和坚持来发展的。就是相信我能变强。没错，有这种心态的人，遇到挑战时，他不会觉得这是对我行不行的最终考验，而会把它看成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这怎么实践呢？比如说，我有个演讲搞砸了。固定心态可能会想，我果然不擅长演讲，然后就避免了。但成长心态会想，这次哪里没做好？是内容准备不足，还是表达方式有点紧张？下次我可以怎么改进？他会去分析，去学习，然后下次再尝试。把失败看作是通往成功的一个过程。正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些研究也表明，拥有成长型心态的人，在面对挫折时恢复得更快，韧性更强，这自然有助于建立一种更持久、更稳固的自信。那怎么培养这种心态呢？可以从小处着手，设定一些具体的、可以逐步达成的目标。比如你想提升公开演讲能力，可以先对着镜子练，然后给家人朋友讲，再到一个小团体，一步步来，把注意力放在进步上，而不是完美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建立掌控感，这好像也呼应了资料里说的能力和准备的关系。是的，能力和准备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建立自信的方法。
比如我要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如果我把相关的背景资料都研究透了，可能被问到的问题都想了想，甚至演练了怎么回答。对，这个时候你的感觉会很不一样。心里会踏实很多，感觉自己有准备，能掌控局面。这种掌控感就是自信吧？完全正确。充分的准备能够极大的减少不确定性，消除很多焦虑。你觉得可控了，自然就更自信了。这背后其实也是心理学家安德斯·艾里克森提倡的刻意练习的理念。刻意练习，就是有目标的练习。对，不是泛泛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的，专注于改进某个具体方面的练习。哪怕每天投入的时间不多，比如就是练习演讲的开头和结尾，或者某个关键论点的阐述，这种高质量的练习对提升能力和自信的效果非常显著。所以能力不是凭空来的，是练出来的，准备出来的。自信也是。可以这么说，能力是自信的基石之一。但是有时候，就算做了很多准备，脑子里还是会有个小声音在说我不行，我可能会搞砸。这种负面自我对话怎么处理？资料里有提到吗？这个提到了，而且很重要，这几乎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挑战。太常见了。资料建议可以借鉴认知行为疗法，也就是 CBT 的一些技巧。CBT 具体怎么做？第一步是识别，你要先能抓住那些一闪而过的负面想法，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比如我不够好，别人肯定觉得我很傻。先把它揪出来。第二步是审视或者说挑战，像个侦探一样问自己，这个想法是真的吗？有什么证据支持它？又有什么证据反对它？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就是不马上相信这个负面念头。对，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负面想法其实没什么事实依据，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悲观或者恐惧。第三步就是重塑，用一个更现实、更平衡或者更积极的想法来取代它。举个例子呢？比如你心里想，我肯定会把这个项目搞砸的。识别，然后审视，真的肯定吗？我以前有没有成功完成过类似项目？这次我做了哪些准备？然后重塑，可以变成这个项目有挑战，但我已经做了准备，我会尽力去做，并且能从中学到东西。听起来需要练习，但逻辑很清晰。除了这种跟自己辩论的方式，资料还提到正念。是的，正念练习，比如冥想，或者仅仅是关注呼吸，它提供了一个不同的途径。怎么说？正念的核心是培养一种觉察而不评价的态度，就是你能意识到自己脑子里在想什么，包括那些负面的想法，但是呢，你不去跟它纠缠，不去评价它好坏，就像看天上的云飘过一样，看着它来，看着它走。和它保持一点距离。对，拉开距离。这样你就不会被那些自我批评的想法完全裹挟。很多研究也显示，正念练习能提升自尊，减少焦虑。还有其他简单易行的方法吗？还有一个推荐是感恩练习。感恩？这跟自信有什么关系？关系还挺大的。比如每天花几分钟写下或者想想3件你欣赏自己的事情，或者今天做得好的事情，不论大小。坚持下去会帮助你把注意力从不足转向拥有和成就，潜移默化地改善自我认知。关注积极面，所以内在的调整很重要。那外部环境呢？比如身边的人，非常重要。资料里强调了社会支持的作用。社会支持是指？对，就是建立和维护一个支持你的人际网络，比如找一个你信任的导师，向他请教，获得指导，或者加入一些积极的社群，无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在那里你可以找到认同感，也能得到一些建设性的反馈。反馈很重要，尤其是来自靠谱的人。是的，特别是来自你尊重、你信任的人的积极反馈，那效果是很强的。同时呢，也要有意识地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多和那些积极向上、鼓励你的人交往，尽量远离那些总是打击你、消耗你的人。近朱者赤嘛，有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帮助别人，比如做员工或者指导新人，也能反过来提升我们自己的价值感和能力感，这也是增加自信的一个途径。付出也能收获自信，真有意思。我们聊了内在心态，聊了外在支持，资料里好像还提到了身体语言。对。非语言沟通的力量，这也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的姿态、表情这些。是的，包括你的站姿、坐姿、眼神交流、握手的方式等等。资料提到了社会心理学家艾米卡蒂关于强力姿势的研究。哦，我知道那个，就是摆出超人或者神奇女侠的姿势。但是它背后的原则就是，你的身体姿态和你内在感受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这个观点还是很有价值的。怎么说？当你采取一种更开放、更舒展、更自信的姿态时，比如站直、打开肩膀、抬头，它可能会让你自己也感觉更强大、更自信一些。反过来，自信的人通常也会展现出这样的姿态，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正向循环。所以我们可以有意识地练习一下假装自信的姿态。可以这么说，练习自信的仪态，比如尝试保持眼神交流，这传递的是真诚和自信；练习有力的握手，注意自己的站姿坐姿，避免含胸驼背。这些细节都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看法，也会影响你对自己的感觉。穿着打扮呢，有影响吗？也有。资料提到，穿着得体、符合场合和角色的服装，能给你自己一种“我准备好了，我很专业”的心理暗示，同时也会向他人传递能力的信号。有研究发现，当人们穿着与自己目标角色一致的服装时，他们的自信心水平会更高。细节决定成败，内在外在都要修炼。还有一个概念我印象很深，布如林布朗提倡的拥抱脆弱，这个怎么理解？感觉和自信有点矛盾。这个概念确实有点反直觉，但非常深刻。脆弱怎么能帮我们建立自信呢？这里的脆弱，它指的不是软弱无力，而是指即使在感到不确定、有风险、可能会受伤的情况下，仍然有勇气展现真实的自己，并且采取行动。是勇气。对，是带着恐惧和不确定性前行的勇气。比如，你很想申请一个晋升机会，但又害怕被拒绝，害怕自己不够格。拥抱脆弱，就是承认这种害怕，但还是去准备材料，去提交申请。就是怕，但也要做。可以这么理解，关键在于行动。每一次，当你直面那些让你感到害怕、让你觉得脆弱的事情，并且采取了行动，无论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你都向自己证明了我有能力应对不确定性，我有勇气去尝试。行动本身就在建立自信。对这种词，行动是自信最强大的建设者。所以资料也强调，从小处着手，即刻开始，不要等到感觉完全准备好了，或者完全不怕了，那一天可能永远不会来。就从今天能做的一小步开始。这个提醒很重要。最后，我们建立自信的路上，有哪些常见的坑或者说障碍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资料里重点提了2个，第一个是社会比较。就是跟别人比。对，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太容易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了。总是跟人比，很容易觉得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行，严重打击自信。那怎么办呢？解决方法是把比较的焦点从我和别人转回到我和过去的自己，关注你自己的成长和进步，欣赏你自己的独特优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和赛道，跟自己比，看到自己的进步。是的。第2个常见的障碍是冒名顶替综合症。这个我听说过，就是觉得自己是骗子，配不上自己的成就。没错，即使取得了成功，内心深处也总觉得是运气好，或者别人高估了自己，害怕被拆穿。这也很折磨人。有什么建议吗？一个有效的方法是有意识地记录和回顾自己的成就，可以写成功日记，把完成的事情、克服的困难、获得的积极反馈都记下来。这有助于更客观地认识自己的能力，把外部的成功内化为内在的自信。同时，也可以主动向信任的人寻求具体的反馈，了解别人眼中你的优点和贡献。用事实来抗涨这种虚假感。对，好，我们今天把这些资料梳理了一遍，感觉建立自信真的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没错，不是一蹴而就的。总结一下，好像关键点在于，首先要相信能力是可以成长的，就是那个成长型心态。然后要通过充分的准备和刻意练习，实实在在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同时要学会管理好脑子里的负面想法，可以用 CBT 的方法，也可以用正念，还要懂得利用外部的支持，跟积极的人在一起。
注意自己的身体语言和仪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勇敢地行动起来，哪怕从小处开始，拥抱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总结得非常好，这确实涵盖了资料里的核心要点。它需要意愿，需要练习，也需要韧性。那最后，根据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你想给我们的听众留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让他们可以继续思考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真正的自信，它可能不是说你从来不经历怀疑或者恐惧，而是在你面对他们的时候，你仍然选择相信自己，并且采取行动。那么，你可以思考一下，就在今天，你能为那件一直让你有点犹豫、有点害怕的事情，迈出哪一个具体的、微小的一步呢？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这次深入探讨，欢迎您订阅、点赞，并分享给您的朋友。